为掩护乌军撤退，白俄罗斯志愿兵与俄军英勇作战，指挥官当场战死。众所周知，乌克兰战场上除俄乌双方的正规军外，还有大量的外籍兵团。这些士兵不远千里来到乌克兰战场上，要么是拿钱办事，要么就是纯粹志愿参战。常出现在战场的有波兰籍雇佣兵、格鲁吉亚籍雇佣兵、英国籍雇佣兵等。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战场上竟然还有来自白俄罗斯的志愿兵与乌军并肩作战。这支由白俄罗斯志愿兵组成的战斗团名为斯图斯卡利诺夫斯基团，旗下辖有3个步兵营，约1500名兵力。早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初期，这支战斗团就已经进入乌克兰北部地区，同乌军一道抵挡俄军。顿巴斯战斗打响后，这支部队被部署到了卢甘斯克战场。6月26日，在利西昌斯克战斗中，该部队所属的巨人营指挥官伊万·马尔丘克率领部队阻挡俄军坦克集群，为乌军主力的撤离争取时间。该营的部分士兵与俄罗斯的一股由装甲车辆与卡车组成的车队遭遇，并很快进行了战斗，最终包括指挥官伊万·马尔丘克在内的6名队员阵亡。现在关于乌俄战争的报道非常多，大量媒体都在渲染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军事同盟，而随着俄乌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白俄罗斯参战的信号也似乎越来越强烈。目前其已在边境部署大军，并成立应急指挥部，专门应对乌军可能的威胁。此外，俄罗斯还打算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可以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导弹。在之前，俄罗斯的空军就使用白俄罗斯境内的机场对乌克兰东部地区进行空袭，那么为何还会有白俄罗斯志愿兵携手乌军抵御俄军呢？白俄罗斯真的会派兵入侵乌克兰吗？这就不得不说白俄罗斯、俄罗斯与乌克兰这3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白俄罗斯所处位置极为重要，从其边境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仅有200余公里。正因如此，普大帝希望把白俄的军队骗进乌克兰，这样就能够牵制住乌军，使其无法抽出力量支援南部战区的战局。如果顺利的话，最好还能封锁住乌克兰西部边境的交通要道，所以一直在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地想要达到这一目的。俄军每天都从白俄境内向乌克兰发射导弹和炮弹，其目的就是诱导乌克兰对白俄境内实施自卫反击，最好再造成上几百上千人的平民伤亡。其实普大帝一开始的如意算盘是，白俄军队在2月24日开战后不久就应该与俄军一起杀入乌克兰。谁料白俄军中的主战派在见到俄军后续几周那惨不忍睹的战果后，将领们纷纷辞职的辞职，躺平的躺平。普大帝这鼓动白俄军队进攻计划就搁浅了。再加上白俄反战民众连夜摧毁了南下乌克兰的铁路线，乌军又炸毁了自己境内所有的铁路桥梁，白俄军队要想南下进攻的话，就不得不沿着乌克兰为数不多的林间公路行军。这意味着白俄进入乌克兰的大部队将面临行军缓慢，并有被暗藏在林中乌军暗算的风险。所以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不得不亲自去了趟莫斯科，和普大帝再讨价还价。结果就是俄罗斯宣布把白俄罗斯的外债偿还期再给加延5年。面对这样的情况，对面的欧盟也不甘示弱，马上给白俄打了预防针，切断了白俄罗斯3家银行的 SWIFT 的结算系统。欧盟的意思很明显，白俄你敢出兵，我就敢继续折腾你。各位观众朋友经常听火力军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力对比，对白俄罗斯了解的可能不多，下面火力军就给大家做个简单对比。俄罗斯人口 1.45 亿，正规军100多万，其中陆军24万，乌克兰人口4500万，陆军正规军也是20万左右。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民团性质的武装，加上现在进入战时状态后动员起来的百姓，目前乌军能够动用的兵力至少超过40万，而白俄罗斯全国人口约900万，正规军仅不到7万。也就是说，俄罗斯与乌克兰人口对比是3.2比1，而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人口对比是5比1。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力差距比乌俄双方的差距都要大。此外，白俄罗斯还面对着来自北约的巨大军事压力。白俄罗斯西部边境与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这3个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
而且是清一色的铁杆反俄国家。爱沙尼亚虽然不与之接壤，但是一旦爆发战争，其加入团战基本上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其中波兰正规军陆军兵力10万，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国正规军陆军兵力约2万。北约还在白俄边境处有14座军事基地。从战略上看，乌克兰被俄罗斯加白俄罗斯3面包围，但白俄罗斯同样也被波罗的海3国加波兰加乌克兰3面包围。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白俄罗斯一样3面受敌，其战略形势比现在的乌克兰还要恶劣。如果白俄罗斯加入战斗，军队派少了没什么用，派多了势必会导致西部和北部边境防务空虚。更何况现在白俄罗斯明面上还是非参战国，只要白俄罗斯正规军踏进乌克兰，那就是毫无争议的参战国。看在核武器面子上，北约不敢对俄罗斯动手，但是面对的要是白俄罗斯，你说他北约敢不敢动手？毕竟白俄罗斯如果下场参战，那么北约打他就是师出有名。届时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军队加上北约的东欧驻军，从西侧北侧向白俄罗斯发起全面进攻。大量兵力现在乌克兰的白俄罗斯能顶几天？更何况俄罗斯现在也没有足够兵力应对这样的进攻。俄罗斯地面军队力量排除必须预留本土的防御部队，几乎已经全部陷入乌克兰，连远东地区的俄军都已经大量西调，甚至驻扎在最东边楚科奇半岛的俄军都已经开始调往西线。要知道，这里的部队在卫国战争期间都没有被调动过。普大帝可以为了防守俄罗斯动用核武器，那么如果是为了防守白俄罗斯，他下得了决心动用核武器吗？俄罗斯坑队友的事情可不是1次2次了，甚至可以说是祖传手艺。卢卡申科敢为了俄罗斯赌上白俄罗斯的国运吗？因此火力军认为卢卡申科心里是绝对不想趟这趟浑水的，但迫于普大帝的压力，已经是不得不趟进去了。但老头子的底线绝对是白俄罗斯不能参战。别看他前段时间嚷嚷的凶，又是警告北约，又是警告乌克兰，但就像是咬人的狗都不叫。凡是大喊要打的国家，基本没有真动手的；凡是动手的，都没有大喊大叫的。他这几天连发措辞严厉的声明，等于委婉地告诉乌克兰要做好准备。这么做很明显是想两边都不得罪。普大帝这边就不用说了，如果泽连斯基上了卢卡申科的当，抽调兵力加强基辅的防御，那么俄军的前线压力就小一些。对俄罗斯而言，卢卡申科就是有功。反过来讲，如果普大帝战败，俄罗斯退兵，那反正我白俄罗斯也没有真正出兵打你，我自己也是被普大帝逼迫的受害者，这样在战争结束后，卢卡申科也不会被清算。在火力军看来，白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实际上已经为俄罗斯做了能做的一切。首先是防御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边境近1000公里的防线，保护俄罗斯国土的侧翼，然后是允许北线俄军从白俄过境，并承担北线俄军的后勤路线维护和侧翼保护。正是由于白俄罗斯的存在，俄罗斯在北线进可攻退可守，能打就打，不能打了说撤就撤。乌克兰还不敢追，因为追入白俄罗斯就是逼其军队下场。其次是保持对基辅地区的军事压力，使得乌克兰必须在这个方向维持一定的兵力，而俄罗斯可以不在这里投入一兵一卒。因此火力军认为，这次乌俄战争不管结局如何，卢卡申科绝对对得起普大帝。他真是把能做的都做了，但就算是这样，普大帝8成也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在普大帝的设想中，拉白俄罗斯下水是一定的，况且现在战况如此不利，俄罗斯的兵力严重不足，如果白俄罗斯能出一支骑兵直捣基辅，那简直就是一剑封喉。所以普大帝会不断的一点一点逼卢卡申科表态，最后干脆直接找个事件拉他下水。买通白俄士兵跟在俄军后头打，再找媒体一宣传，这白俄罗斯就算是事实上参战了。可泽连斯基人也不傻，人家早就看到这一步了，所以上个月就跟波兰拉关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波兰志愿军已经入场，这意味着就算白俄罗斯真敢捅基辅一下，波兰方向的军队也会变成志愿军，迅速支援基辅。
况且在乌克兰后方，北约已经集中了30万大军，现在有北约的支持，就算波兰倾国支援乌克兰，也不怕别人趁虚而入。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普京准备一点点拉白俄罗斯下水，而卢卡申科将计就计，能拖一时是一时。白俄罗斯国内还有大量民众同情乌克兰，不仅有百姓扒铁路破坏俄军补给，甚至还有军中士兵私自翻越边境前往乌克兰，自告奋勇，共同打击入侵者。因此在前面讲的战斗中就出现了白俄志愿兵与俄军开战继而牺牲的新闻了。我们再说回到此次的战斗，利西昌斯克战斗属于卢甘斯克战役的尾声了。白俄罗斯的志愿兵为掩护1万乌军主力撤退与俄军开战，英勇阻止俄军的追击。遗憾的是，指挥官当场战死。当时巨人营正在与俄军的装甲集群战斗，奈何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指挥官伊万·马尔丘科战死在利西昌斯克附近的公路上。不过虽然其未能打败俄军，但还是为乌军的撤退争取宝贵的时间。1万左右的乌军成功撤离，这支队伍也将成为乌军反攻计划中的主力。听到这里的小伙伴已经看明白了，在卢甘斯克战役上，乌克兰的确是打输了。按照卢甘斯克当地人的说法是，卢甘斯克武装部队在俄军部队的支援下，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当局主张边界，也就是乌克兰卢甘斯克州州界内全部领土的控制。而泽连斯基是这么讲的：乌军已从利西昌斯克撤退，乌军总参谋部也承认了撤退，同时强调乌军会重夺失地并最终取得胜利。虽然乌克兰方面的口气很硬气，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卢甘斯克的争夺战暂时告一段落了。纵观卢甘斯克州最后一战当中，俄军能够获胜的主要原因是再一次最大限度的集结兵力，依托顿巴斯直通俄本土的铁路系统进行后勤支持，才能以绝对优势进行南北夹击，从而形成铁壁合围。俄军的50多个战斗群在顿巴斯战场一起向前拱，这样稳扎稳打的战术现在看还是有效果的。俄军在北顿涅茨克至利西昌斯克一线包围了8000至1万名乌军士兵，俄军部队还有6公里就会完成对乌军的合围，从而全歼所有这些乌军守军，同时夺取乌军在卢甘斯克州最后的2个据点。但就是在最后1个星期，在俄军已经完全夺取北顿涅茨克至利西昌斯克一线后，包围圈内的8000至1万名乌军守军却很神奇的突围成功并撤退。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俄军稳扎稳打的铁桶阵战术，导致其没能成功合围乌军守军。此前，俄军营级战斗群的作战目标是在优势的炮兵火力支援下，以坦克和步战车为触角去拓展胜利。而此次采用铁桶阵战术，就是50多个战斗群南北2路齐头并进，不给乌军任何穿插伏击和袭击的机会。结硬战打大仗，以炮兵为主，最大限度地杀伤乌军有生力量，破坏乌军的壁垒阵地，然后由步兵去稳固占领，这是一种有效果的战法，但就是时间上快不了。同时，俄军又很难以大部队装甲进行纵深突击，因为顿巴斯地区一片大平原，就只有几条主要公路，并且两侧很多地雷，在很多公路路段还有拿着标枪、铁拳等反坦克武器的乌军小分队。俄军装甲集群只要单独冲出去，就会遭到各种乌军反坦克小分队伏击，以及乌军纵深炮兵的精确制导炮弹打击。在包围圈两翼的乌军是边打边撤，反坦克导弹还多，俄军只能利用炮火清除，才能让坦克继续前进，时间也就这样被消耗掉了。因此，虽然利西昌斯克包围圈仅剩8公里的缺口，但俄军1个礼拜才走了2公里。最后，乌军就是从剩下的6公里空间内，每天撤离1点人，每天撤离1点人，直到最后殿后的部队坐着摩托车、皮卡、面包车，甚至是徒步走小路等各种方式撤离包围圈。从乌军方面来看，想要火力压制俄军前进，必须一天发射3万余发炮弹，而现在乌军每天只能发射5000到6000发炮弹。原有的苏式炮弹几乎已经用完，而现在使用的北约制式的155毫米炮弹。而俄军虽然缺乏精确制导武器，但是苏联留下了巨大的炮弹弹药库存，以及背靠本土相对便利的后勤补给线，都能够保证在卢甘斯克进行充裕的炮兵对战。
俄军的铁桶阵加炮兵轰炸就是俄军挤压乌军的主要方式，但这种包围战大概率是很难再现了。俄军一次战役的前进距离甚至都不会超过15公里，其地面部队无论前进和防御都只会在炮兵集团的火力支持下进行，并且因为战争初期吃了不少亏，俄军大概率也不会采用少数坦克部队轻敌冒进，到处穿插，反而遭到乌军反坦克导弹小队伏击的战术了。当然，乌军也在调整战术。乌军在北约和美国的支持下，使用原点优导弹和海马斯火箭炮打击俄军战线后方的燃料库、弹药库和空军基地等目标。美国曾在分析过俄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后表示，俄罗斯军队是一支牙齿锋利但腿脚短小的军队。由于缺乏必要的军用卡车设备，俄军严重依赖铁路维持补给。而铁路再通过公路把补给运输到弹药库，其距离越远，其战斗力削弱的就越严重，所以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作用就尤为重要。在之前的视频里，评论区有小伙伴表示，就区几辆海马斯就要被火力军吹上天了。其实不是火力军无脑吹，海马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或许在军事强国眼中有太多可以替代的武器，但其对于现在的乌军而言就非常重要了。海马斯可以有效打击俄军战线后方40公里范围内的弹药库，这就会导致俄军在前线40公里范围内很难建立可靠的补给仓库。一方面会导致俄军公路运输压力增加，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压缩俄军部队的进攻能力。因此，海马斯对于战局的影响意义重大。之前乌军的指导思想是，与其与优势俄军打野战，不如依托城市掩体打巷战。巷战能够有效降低俄军的火力优势，通过近战尽可能拉近双方的作战体系差距。乌军在北顿涅茨克的反击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做出的，但巷战本身对兵员素质要求很高，一旦富有经验的老兵骨打光，随后补充的新兵和应召运动员兵就无法支撑起残酷的巷战。正是由于在北顿涅茨克城市群口袋型阵地的高消耗，乌军原有的老兵损耗严重，各旅已不能整建制作战，而是以营为单位，抓东补西的还严重不满编。在这种情况下，乌军不再像1个月前的北顿反击那样强势，也在情理之中，以至于同样是10万人口量级的西利昌斯克，乌军甚至都未能组织起迟滞性的巷战，致使俄军快速逼近其2道防线。乌克兰国防部在解释利西昌斯克撤退时曾表示，由于俄军的不断攻击，利西昌斯克的局势长期以来一直非常紧张，但是对乌克兰人而言，人的生命价值是主要优先事项，所以有时乌军可能会从某些领土上撤离，以便在未来击退俄军。因此，虽然卢军在卢甘斯克战役上失败了，但接下来顿涅茨克还有40%多的地盘在乌军手中，只要能拖住俄军慢慢消耗，再加上北约源源不断的军事经济援助，火力军相信普大帝手中可打的牌将会越变越少，胜利最终将会属于乌克兰。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白俄罗斯在乌俄战争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欢迎将大家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